中国93阅兵的武器好先进，但是这些武器缺乏实战经验啊。大家这几天是不是在外媒看到了很多这样的论述？一方面他们是真的被中国军人的精神面貌和装备实力吓到了，但是另一方面西方的主流媒体还是拼命的想要找补啊。 CNN 啊，路透社邀请的军事专家都在那说，中国的新型武器缺乏实战的检验，美军才是身经百战的不拉不拉不拉。但是底下的网民眼睛却雪亮啊，无情的嘲笑这些专家。总之呢，咱们这次93阅兵真的在国际上流量超高，中国的国际声誉蹭蹭的往上涨啊。但是啊，关于军力是不是要经受实战检验的问题，咱们说一句政治不正确的话，难道中国人自己不想亲眼看看这些装备到底实战效果怎么样吗？其实大家心里都有个数，虽然中国人一向爱好和平，但我们也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武器是肯定会出库的，只不过中国一贯的风格是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一锤定音。那唯一的问题就是哪个倒霉孩子会首先挨第一枪，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战斗是能让我们一战定乾坤，重回世界巅峰呢？我知道有人要刷统一弯弯啦，以前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看完93阅兵以后，我反而觉得弯弯很有可能会和平统一，原因我后面再去分析啊。然后再联系最近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93阅兵以后，中国的第一个外交大动作是宣布加入纽约宣言。纽约宣言是要致力于解决巴以问题，实施两国方案的。我突然就有个大胆的脑洞，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最能露脸的地方会不会在中东呢？那个检验中国先进装备的倒霉孩子难道会是以色列吗？这个想法一出来，把我自己都惊到了，但是呢又突然想明白了很多事情。下面我就分享一下自己的思考，注意啊，以下都是个人观点，完全不代表官方态度，希望大家把世界和平在公屏里刷起来，理性讨论，顺手给个3连。中国什么时候会出手？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是中国要找一个性价比最高的时机，通过一场军事胜利获得全球瞩目的声望。注意，这里有2个要素，胜利和国际声望缺一不可，在此基础上代价还要尽可能的小。那这个机会会出现在哪里呢？这个其实是有抄作业的样板的，那就是美国。美国是通过哪几次里程碑式的战役奠定世界第一地位的？美国打了很多的仗，但最深入人心的有2次，一次是太平洋战争，一次是第一次海湾战争。这2次战争的共同点是什么？咱们来盘一下啊。第一，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摧枯拉朽的胜利最能服众嘛。第二，展示出超强的科技实力。2战的时候，原子弹震撼全球，这是科技的胜利。海湾战争的时候，美国的隐身战机信息干扰技术把战争形态完全升级了，这也是科技的胜利。第三，对手强弱合适，这也很重要。如果你的对手太弱小，那是以大欺小，算不得本事。但如果打一个和你实力相当的对手，那又伤敌1000，自损800，就不能压倒性胜出了。当然，如果能以弱胜强，那就是在大气层另一个 level 了。我们中国从前总是在大气层打仗，今天这个盛世是多少先辈的鲜血换来的。但是现在我们自己也是强国了，所以要学学美国的强国思维。你看人家选对手就很鸡贼。2战时候的日本是很强大的，整个东南亚都在他的淫威下。但是对于美国，日本是个小国，可以拿捏。海湾战争的时候，伊拉克号称是世界第3军事强国，萨达姆这么狂，就是因为他觉得就算你美国来打我，也要脱一层皮啊。然而美国却给了他一个降维打击，干懵了。第4，战争不在美国本土。美国打了那么多仗，本土却毫发无伤，性价比奇高啊！战争不但没有打断美国的高速发展，反而成为崛起的机遇。第5，正义之战师出有名。2战的时候，美国是在珍珠港被偷袭后反击的，完全是正当防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个名头也很响啊。海湾战争也是因为伊拉克首先入侵了科威特。战争的这个正义性虽然也有自我宣传的成分，但是非常重要，决定了国家地位的上限。而现在的美国天天在全世界耀武扬威，他从前积累的国际声望已经一点一点败光了。第6，全球瞩目，
国际影响深远。这个说白了就是舞台有多大，流量就有多高。好了，那根据美国的经验，我们看到要一战定乾坤，成为世界老大，这6个条件其实缺一不可。其中前面2个条件是用来取得胜利的，拼的是技术、战术和综合国力，而后面4个条件就是用来刷国际声望的。这考验的是智慧，怎么站道德制高点，怎么看准历史潮流，挑最合适的对手，挑最准确的出手时机。我个人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硬实力，有先进的甚至拉开代差的技术。印巴武器空战也说明中国用来拉花搞氛围的歼10都可以拿捏人家的主流战斗机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要选一个好的时机，选一个合适的对手，能满足后面的4个条件。再强调一遍，中国的目标不仅是赢得胜利，还要获得巨大的国际声望，并且不影响本国的发展。我们用排除法来看看全世界的几大火药桶哪里符合所有的这些条件。首先，俄乌战场第一个被排除，中国不能碰，实际上也没有碰过。乌克兰是被侵略的，想获得所谓的国际声望，其实军援乌克兰才是最简单的捷径。但是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嘛，因为俄罗斯现在是中国的战略伙伴，不能够让大熊死掉。那为什么不军事援助俄罗斯呢？因为大熊也不能活得太好，不死不活的大熊才是最好的。另一方面，说到底俄罗斯这场战役不够正义，大熊发动的军事行动在国际上名声太臭了，中国爱惜自己的羽毛，这黑锅你自己背，别拖我下水。所以我们连武器都不提供，但是提供经济支撑给大熊续命。光是这样就已经被骂惨了。虽然中国习惯了被西方抹黑不怕骂，但是要记住，中国出手是为了赢得国际声望，不是去挨骂的。所以中国对于俄乌战争的态度一直都是车轱辘打太极的那几句话，请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解决冲突，这都是道德制高点得站稳。所以大家再次把世界和平不干涉他国内政刷到公屏上。再看印巴冲突，这个地方不错，中国的装备也确实在最近的空战里大放光彩，给了世界一个小小的震撼。但是它也不是一战定乾坤的好地方。为什么呢？首先它流量不够大，声望刷不上去。印巴冲突在国际上影响力有限，印度人总觉得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实际上没多少人鸟他们，都是阿三在自嗨。中国赢了，人家也不觉得我们有多强，西方媒体也可以不吱声、不讨论、不转发、压热搜，而印度人输了都还能庆祝胜利呢，丧事喜办，这你受得了吗？其次真的打起来，印度也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对手。巴基斯坦固然可以用中国的先进装备在空战中取得阶段性的碾压，但是要是太嘚瑟，把莫迪搞得完全下不来台的话，15亿阿三的愤怒之火那也不是闹着玩的。可以鄙视阿三的实力，但不能轻视人家的迷之自信。所以说现在的结果就是最好的，既展示了实力，又给人留了体面。印度人还可以沉浸在虚幻的胜利里。这不莫迪现在在美国那里吃了鳖，就马上跑来跟中国示好了吗？再来大家最关心的台海。其实自从台湾网红馆长来大陆直播，加上93阅兵以后，我忽然发现和平统一的曙光好像就在眼前了。因为越来越多的湾湾开始血脉觉醒了，从井底爬出来，看到祖国的光了，再也不会认为大陆人吃不上茶叶蛋了。而且在台海打仗也不是中国立威的最佳选择。首先它不符合合适的对手这个条件。如果美国不干预，湾湾这个对手太弱小，杀鸡焉用牛刀。如果美国亲自下场干预，那就变成3战了。另外这里也不符合第4个条件，要记住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所以统一战是在中国本土打的，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台湾的损失就是中国的损失。统一战说白了就是一场内战，在自己家打内战本质上是一种内耗。难道中国制造覆盖全球的武器真的是为了让同胞挨第一剂吗？请大家继续把世界和平刷起来。其实这段时间以来，岛内的舆论风向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沉默的大多数敢于说出我是中国人。93阅兵以后清醒过来的湾湾会更多，所以按照这个趋势下去，大陆真的不用动手。毕竟统一的最高境界不是武力制服，而是让人家归心。再然后朝鲜半岛、钓鱼岛、南海这些地方有可能开火吗？
我觉得93阅兵前还有一丝可能性，阅兵以后他们已经吓懵了。本来呢，日韩、菲律宾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走狗，反华情绪是很强烈的。韩国人和菲律宾人要是发起疯来，逼得政府把中国渔船真的击沉了，那中国是有可能出手的，但肯定会非常的克制。原因很简单，这些个对手还是太小了，他们只配做小孩捉。而且这正是美国想要看到的，他撺掇着第一岛链的人都来骚扰中国，不就是想要看到中国失态吗？所以我很佩服我军的定力。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咱们是不是太克制了，太忍气吞声了，但冷静想想，真动手了，那是在给人家长脸，而不是给自己刷声望。事实证明，这些家伙阅兵就足以震慑了。93阅兵以后，确实在逐渐扭转国际上的舆论风向。我看到有很多外国的 UP 在科普日本当年的暴行和中国在二战中的损失，这让日本人非常的坐立不安。韩国人虽然非常的嫉妒，但也是慌的一批，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啊，所以咱们中国是不急的。家门口这几个小兔崽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好的选择。当然，日本以后还是希望有个机会可以收拾一下。好了，这样一圈下来，我们最后看看中东。中东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火药桶，流量巨大，举世瞩目，也是大国必争的一个战略要地，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第一岛链是美国用来封锁中国的，中国真想反制美国，不能总被家门口的小兔崽子们骚扰啊，也可以主动的跑去美国的核心利益那儿露露脸啊。最重要的是，现在正好迎来了一个100年一遇的好时机。虽然犹太人长期以来垄断了西方的舆论场，但是巴以这一轮冲突已经持续了700多天，加沙死伤7万，其中2万多是儿童，9成基础设施被摧毁。以色列的暴行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反感了，加沙的悲剧已经让所有人都看不下去了，甚至于欧洲国家都纷纷的倒戈，警告以色列，如果再不停战，就要承认巴勒斯坦国了。然而以色列依然要吞并加沙，甚至计划着占领约旦河西岸，这是一点余地都不打算给巴勒斯坦留下。这个时候谁能主持大局，引导巴勒斯坦建国，促成巴以和平，绝对是千秋万代的功勋啊！这个舞台才配得起大国的身份。所以中国在中东的问题上其实是非常想要有所作为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年来的一系列的操作。2023年签署了北京协议，沙特和伊朗在北京握手言和，重新恢复了外交关系。2024年7月又签署了北京宣言，巴勒斯坦14个派别团结起来要建国，法塔赫和哈马斯握手言和，这2件事情都是中国促成的，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啊！但凡你换一个西方国家促成这件事，这都值得上诺贝尔和平奖啊！但是国际舆论场上却不给热搜，不予讨论，当没看见。西方国家怎么能甘心中国来主导中东局势呢？所以今年7月，法国和沙特出面又搞了一个纽约宣言，除了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要求立即停止加沙的冲突以外，特别强调了哈马斯必须放弃加沙的领导权，哈马斯必须缴械投降。这等于是判了哈马斯死刑啊，摆明了是为了恶心中国，因为这样一来，北京宣言就变成一张废纸了。那既然这样，中国为什么宣布加入纽约宣言呢？这就是大国智慧。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必须首先拎得清主次，拿出最高的姿态和诚意。中国一直以来强调的是和平解决冲突，现在人家拿出和平方案了，欧洲和中东国家都支持了，中国当然要表态支持啊，态度一定要有。那剩下谁还在那里阻挠和平，不就是在裸奔了吗？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啊，纽约宣言也还是一张废纸，因为以色列和美国不可能同意啊。美国没有加入这个宣言，而以色列的企图是要100%控制加沙。哈马斯缴械投降有用吗？没用，哈马斯全部死光才是以色列人追求的目标。巴勒斯坦要建国没门，约旦河西岸都不想给你留下，巴勒斯坦从此从地图上消失才是以色列人的梦想。所以中国其实知道这个纽约宣言也不过就是走个过场，是不可能真正解决巴以冲突的。就像俄乌之间现在根本没有谈判的基础，俄罗斯想要吞并乌东地区，乌克兰要维护领土完整，这双方都没有回旋的余地，
这还谈个嘚儿。所以说以色列这个刺头啊，他必然会无视这个纽约宣言，内塔尼亚胡必然会继续的猖狂作死的。站在他的立场，他确实也有理由狂。中东这些扶不起的阿斗国家，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手下败将，你们好意思来跟我谈条件？我为什么要退让？何况以色列背后还有美国这个大孝子。以色列之前打伊朗的核设施也是说炸就炸，你敢怎么样？这就是以色列现在的心态。各位看看，像不像当年打遍东南亚无敌手的日本啊？但其实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已经在很危险的边缘了。中国加入纽约宣言其实就是表达一种态度，我们致力于要解决巴以问题，和平方案该给的都给了，为了大局，哈马斯也可以交出来，大家为了和平解决问题已经仁至义尽。接下来如果内塔尼亚胡够聪明，借坡下驴，那么皆大欢喜，世界和平。但如果以色列再倒行逆施，干出什么反人类的事情引起公愤的话，那就勿谓言之不预啦。你看中东这个战场是不是符合我们前面说过的大国崛起的6大条件？以色列这个对手啊，对中国来说强弱也很合适，它是一个军事强国，谁打它都不算是一大欺小吧。但以色列又是一个弹丸之地，中国完全是可以拿捏的，并且这个地方又远离中国的本土，无论是打代理人战争，甚至是亲自下场，都是一个很好的练兵场，波及不到本土。最后中东和平是举世瞩目的焦点，影响力巨大，而以色列触了众怒，现在就是等他继续犯错，众叛亲离，到时候师出有名啊。有人可能会说，哎呀，以色列背后可有亲儿子美国啊。但是大家想一想，无论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中国一旦出手，美国都是会在背后对抗的，因为这就是世界老大的争夺战了，而且必然拉上他的盟友和小弟们，舆论上打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群殴。那么中国肯定得找一个最有利于自己的场子，最有利于自己的时机来面对美国。大家想想，这个场子是不是在中东最合适啊？因为美国的传统盟友们，西欧啊、日本啊、加拿大啊，全都在挺巴勒斯坦，美国现在是孤家寡人在挺以色列啊。其实巴以冲突发展到现在，美国已经很心虚了，态度已经很复杂了，内塔尼亚胡已经疯了。全球反感的舆论态势下面，你以为川普不反以色列人吗？美国人也不瞎。川普在近期一次表态中就说过啊，在以色列影响力最强势的时候，美国政客甚至都不能容许出现说以色列坏话的情况，他语气颇为无奈。但现在显然这种影响力已经开始松动了，连川普都说以色列必须结束加沙战争，否则这场战争也将伤害以色列自己。亲儿子都在劝你了。然而以色列还是不听劝。今年8月，以色列的内阁依然通过了内塔尼亚胡的加沙终极吞并计划，战斗很有可能要打好几个月。那这过程里惨绝人寰的画面都会被全世界看到，然后以色列的人质也会被撕票，这就会让以色列内部都产生巨大的反对声音。到那个时候，谁会是拯救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之师？谁敢于顶着美国的压力给以色列迎头一击？谁有这个实力和威信，让中东地区这些饱受西方离间分裂又互相看不上的阿拉伯国家都乖乖的坐到谈判桌上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冥冥中自有定数啊。